内娱从来不缺热搜，但真正让网友感到荒诞又现实的，往往不是电视剧里的爱恨情仇，而是戏外那些比剧情还精彩的资本博弈。最近，刺堂换角风波再次把流量决定一切的行业规则推到了风口浪尖。谁能想到，一部原本已经基本敲定阵容的古偶大剧，会因为男主的一夜爆红，突然彻底改写命运？事情的导火索其实很简单，张凌赫爆了。逐玉播出后，张凌赫的人气几乎是断层式上涨，短短时间内粉丝暴涨，商务资源飞升，热搜不断，高奢合作接到手软。从原本被看好的上升小生，一跃成为资本眼中的顶级流量密码。而娱乐圈最现实的一点就在于，一旦流量升级，周围的一切都会重新洗牌。原本已经和刺堂深度绑定的王玉雯，突然被曝无缘出演女主，取而代之的是与张凌赫刚刚合作完《逐玉》的田曦薇。消息一出，整个内娱瞬间炸锅。因为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并不是普通的换角，而是一场赤裸裸的资本择优淘汰。据不少业内消息透露，王玉雯其实已经为刺堂准备了很长时间。她不仅提前空出档期，还推掉了其他项目，甚至已经进入角色研究阶段。对于演员来说，这种提前锁档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默认合作关系。可问题在于，在如今的娱乐圈，努力和诚意往往敌不过数据。张凌赫爆红之后，刺堂的定位明显升级，原本的 A 级古偶一下子朝着 S 加大制作靠拢。平台想要更大的热度，资方想要更高的话题度，广告商也希望看到更强的商业价值。于是，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如果男主已经是顶流，那么女主是不是也必须流量匹配？很显然，资本给出的答案是必须，而田曦薇恰恰成为了那个最适合的人选，因为她和张凌赫之间已经拥有现成的 CP 热度。逐玉播出期间，两人的互动话题几乎没有断过，无论是剧里的氛围感，还是戏外采访中的默契，都让大量 CP 粉疯狂上头。尤其那段被网友反复剪辑传播的醉酒吻戏，更是直接成为古偶名场面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那可能只是甜，但对于资本来说，那就是最直接的钱。因为如今的影视市场已经越来越依赖预热流量，过去一部剧能不能爆，更多看剧情和口碑，而现在很多项目甚至在开机前就已经开始计算热搜数量、CP 讨论度以及粉丝购买力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男女主同框就能上热搜，那么剧方就已经赢了一半。所以刺堂选择田曦薇并不只是简单换人，而是一场彻底的数据化商业计算。而真正让网友感到心寒的，其实不是换角本身，而是演员在这个过程中的被消耗感。因为王玉雯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事情的人，这些年类似的情况在内娱已经越来越常见。演员提前训练，唯独剧本空出档期，最后却因为流量变化被临时替换，有的人甚至连定妆照都拍完了，最终还是无缘角色。很多时候，一个演员是否适合角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带来热搜，他有没有粉丝购买力，他和男主有没有 CP 感，他的超话数据漂不漂亮。听起来很现实，但这就是如今很多影视项目最真实的逻辑。更讽刺的是，观众其实并不傻，大家当然知道资本在想什么。CP 二搭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？因为风险低。对于平台来说，已经验证过的组合意味着稳定流量；对于品牌来说，有 CP 粉就意味着消费力；对于剧方来说，不需要重新培养观众情绪，热度天然就存在。可问题在于，
CP 感真的能撑起一部剧吗？答案其实已经被无数作品验证过了。很多剧在开播前疯狂营销天选 CP， 微博热搜一波接一波，短视频平台到处都是工业糖精，可真正播出后，剧情空洞，人设崩塌，最后依然扑得悄无声息。因为观众或许会因为 CP 点开一部剧，但能不能追完，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容。如果剧情逻辑站不住脚，再甜的互动也只是短暂的新鲜感。事实上，很多真正经典的影视作品从来不是靠炒 CP 成功的。观众真正记住的是角色，是故事，是情感共鸣。可惜的是，如今不少资本似乎越来越急，他们希望用最快速度回本，于是疯狂依赖流量捷径。只要有热搜，有话题，有粉丝，就觉得项目已经成功。但这种模式其实也正在慢慢透支观众的耐心，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审美疲劳了。同样的 CP 营销，同样的工业糖精，同样的二搭封神，看多了之后，观众反而越来越冷静。很多人现在最反感的并不是演员二搭，而是为了二搭而二搭。如果角色适配，故事合适，观众当然愿意看。可如果只是为了蹭热度强行捆绑，甚至不惜牺牲原本已经谈好的演员利益，那就难免让人觉得吃相太难看。而这次祠堂事件之所以争议这么大，本质上也是因为它撕开了娱乐圈最现实的一面。演员在资本面前，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。尤其对于非顶流演员来说，一个角色能不能保住，往往不取决于实力，而取决于市场风向。今天你适合角色，不代表明天你还能出演，因为只要有更大的流量出现，一切都可能被重新推翻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演员开始拼命追求爆红，因为只有真正站到流量顶端，才有资格不被随意替换。可问题是，如果整个行业都只剩下谁红谁赢，那影视创作本身还有多少空间？这是很多观众真正担忧的地方。因为一个健康的影视行业绝不应该只有数据，演员需要尊重，创作需要时间，角色也需要真正适配的人来完成。如果所有项目都只围着流量转，那么最终被消耗掉的不只是演员，还有观众对国产剧的信任。当然，目前祠堂最终阵容还没有彻底官宣，一切也仍存在变数。但无论最后是谁出演女主，这场风波已经足够说明，如今内娱的竞争到底有多残酷。有人一夜飞升，有人苦等半年却被放弃，有人因为 CP 热度拿到资源，也有人因为流量不够被迫出局。这就是娱乐圈最真实的生存法则。但或许观众真正希望看到的，并不是谁赢了流量大战，而是希望有一天国产剧能够重新回到作品第一的时代。毕竟再高的热搜也终究只是短暂的狂欢，真正能留下来的永远只有好角色、好故事，还有那些认真对待作品的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祠堂的制作方，你会选择更有角色是配度的演员，还是选择更有流量和 CP 热度的组合？你更期待王玉雯版本还是田曦薇版本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聊聊你心中的答案。最后，也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内娱热点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